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说到土豆，不用我说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土豆可以做成各种美食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但大家吃土豆的时候，最好避免与一物同吃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土豆的好处。土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、无机盐和微量元素，经常吃可以促进脾胃消化、抗衰老。除此之外，对保护心血管还有帮助。但是吃土豆时最好不要吃石榴。正常来说呢，吃石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土豆和石榴一起吃很容易引起头晕、恶心、呕吐等中毒现象，严重可能会致命，对健康不利。如果出现中毒现象呢，建议大家可以用韭菜水解毒哦。那除了上面木子说的这些，如果发现土豆发青、发绿，或者是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就不要吃了，因为这样的土豆可能含有龙葵素，这种物质会导致人食物中毒，对身体伤害很大哦。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日常生活中，相信很多人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坐或站的时间长了，就会感觉腰酸背痛、颈椎疼痛，有的甚至抬不起胳膊、直不起腰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甩甩手。下面教大家2个甩手方法。第一个，成一个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和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单手叉腰，另一只手上下来回的甩动30下，再换相反的一侧做同样的动作，也是甩动30下。第二个，也是站立，两脚分开，将双手臂向身体两侧展开，与肩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开始顺时针转圈甩手30下，再逆时针甩手30下。注意甩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，要利用惯性转动手臂。那上面这2个动作交替着做，每次大约5到10分钟，最好早晚做一次。坚持一段时间，可以促进上肢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腰椎和颈椎问题都能得到很好。45到55岁是黄金养寿期，保护好这3个地方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第一，保护好体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身体开始发福，体重也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。若是身体过于肥胖，会对寿命造成一定影响，因为身体肥胖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导致很多疾病出现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体重还在正常范围内，长寿也会与你有缘。第二，保护好大脑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大脑也会逐渐的衰老，这样也很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。所以大家45岁以后要多注意饮食，多用大脑，这样可以预防大脑衰老，有利于长寿。第三，保护好双腿。腿脚是我们的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腿脚也会开始衰老，尤其是45到55岁的人，如果腿脚变得不灵活、软弱无力，那么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不利于长寿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能保护好双腿，腿脚灵活，健步如飞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那45到55岁是养命期，大家若能保护好上面这3个地方，长寿也许会。50岁后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寿命的决定期，应该多注意保养身体。那长寿还是短命，可以看一下2个地方，若这2个地方还比较红润，可能会与长寿有缘。第一个地方，手脚心红润。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手心和脚心应该是粉红色、有光泽的，这也说明体内血液循环比较好，气血充足。但如果手脚心发白，而且手脚冰凉的话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、血液循环差的表现。若不注意调养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但如果50岁后你手脚心还很红润、很温暖，这样有利于长寿。第二个地方，面色红润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面色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说明气血充足，也是肝脏健康的表现。但如果脸色蜡黄、没有精神，那么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。如果面色发黄，就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50岁后，如果面色还非常红润的话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那上面的这2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不过想要长寿，平时还应该注意饮食和心态调节。人过了60岁，基本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了，这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所以60岁以后呢，也是危险年龄期。
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要改掉2个习惯，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熬夜休息一下，也许还能够缓过来。但如果60岁以后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，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这时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。很多年过60的老年人平时不爱运动，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、下棋等。如果经常这样久坐不动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寿命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2个坏习惯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坚持喝水。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尤其呢是早上起床喝1杯水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二个，每天坚持运动。60岁以后应该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排毒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对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。所以60岁以后的老年朋友，若能够坚持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让你少生病，更长寿哦。中很多人会被白头发所困扰，那中医认为肾者气化在发，有些人长白头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。那经常熬夜、压力太大，这样也会损耗肾气，使人出现白头发。所以想要延缓白发生长，首先要补足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踮脚敲打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2腰椎棘突旁开1.5寸，大约2横指的地方。第2腰椎就是与肚脐眼平齐处。找到肾腧穴之后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敲打此处。敲打的同时，双脚要踮起脚尖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，直到背部发热为止。敲打肾腧穴有很好的补足肾气、温补肾阳的作用。坚持敲打，肾气足了，白头发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肾气不足的朋友，平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等等，对补肾、防白发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说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2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中医认为背为阳，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。不管男女，50岁后这3类食物要少碰，都是心脑血管的杀手。第一种食物，反式脂肪酸。大家可能对这类食物不太了解，反式脂肪酸食物有哪些呢？比如油炸食物、巧克力、蛋糕等。如果长期吃这类食物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。50岁以后，身体新陈代谢逐渐变慢，如果经常吃油腻的食物，很容易导致脂肪堆积，引起身体肥胖。而且食物中的油脂过多还会阻碍血液的流动，使血液变粘稠，时间长了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。第三种，加工的肉类。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吃的腌制和熏烤后的肉类，对心脑血管也有很大伤害，因为这类食物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也会影响血管健康。所以不管男女，50岁以后，上面这3类食物就尽量少吃吧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避免给健康带来隐患。常言道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其实早上是减肥的好时候。对于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如果能在早上起床后养成3个小习惯，那么对减肥是大有裨益的。
早上起床后定时排便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能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，那么对身体排毒是有很大帮助的，而且这样还能够减轻肠胃负担，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。时间长了，体重也会慢慢降下来。如果排便不通畅，可以呢在早上吃一些燕麦片，燕麦片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对排便有帮助。早上起床后伸伸懒腰。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可以在早上醒来时做一做伸懒腰的动作，坚持2-3分钟，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燃烧脂肪也有一定帮助。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水，早上喝一杯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因为人在休息一晚上后，体内水分流失的比较多。如果晨起后及时的喝一杯水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体内毒素垃圾的排出也有帮助，而且能够预防便秘，对脂肪燃烧有利。除了上面这3个好习惯外，早上一定呢要吃早餐，吃一顿有营养的早餐，对减肥也是有帮助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